美国的态度改变了，未来的亚太地区不再那么美好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今天带您一块来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玉，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一位美国前总统之死如何看出这个世界的变化。你说这什么跟什么啊？好，我们来看到美国前总统卡特总统其实算一位蛮传奇的人物，他100岁，29号。12月29号，他过世了，到天堂去了。他应该会去天堂，因为大家都说他是美国良心的代表。好，怎么说呢？其实当初啊，这个卡特总统他在任上的时候，他做了很多事，都让这个美国人觉得就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一个总统啊，对他的评价非常非常差。但是呢，在他卸任之后，大家才感受到，哎呀，原来这是一个善良的老好人呐。好，我们来看他在任的时候做了哪些事哦。首先，他做了一个大卫营协议，就是牵线让以色列跟埃及他们建立了一个外交关系。那后来呢，很多中东这个以这个以色列为中心啊，美国的一个战略都是这样，去拉这些阿拉伯国家来跟他做朋友。好，这是大卫营协议。然后卡特总统任内，他跟中国建交，他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。同时呢，他也跟苏联谈了一个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条约。那当然，虽然没有在国会通过，但是这样的一个条约精神，后来2个国家都有持续的在遵循它。好，那这些看起来就觉得现在美国人就干嘛东谈西谈啊？然后好像都是一些很软弱的一些决定。然后呢，他还在1999年签约把巴拿马运河还给巴拿马。你看美国人就会觉得，那个好赚钱的东西，你就还给人家。干嘛还？我们就是挺住，人家骂我们这个恶劣，我没有关系，骂我不会痛，但是钱很开心。好，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。但他卸任之后呢，被骂，所以他也没连任，他就卸任。好，卸任之后呢，他就很妙，因为他以前就是一个种花生的这个农夫，他爸爸传承给他的事业，种花生没赚多少钱，但是呢，他的心非常的善良，所以呢，他就到处去做好事。他说他要消灭一种病，叫做几内亚的一个这个什么什么虫病。好，这个几内亚的一个这个虫病呢，他就说好，我要这个消灭它。他真做到了。他就在这个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在努力，花很多钱，然后到处去募款来做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他让这个病啊，以前呢每年呢是这个300多万起，到现在啊1年只有10起。人家讲说哇，这个病到时候可能真的会完全的绝种，再也没有这个病。哇，他好厉害耶！然后呢，他还到处去做一些这个人道救援啊，到处去跟人家谈判啊，人家买他单，因为他以前是美国总统嘛，他去跟人家谈判，要去北韩谈判啊，各种。后来呢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很神奇地位的一个外交特使。美国人在他卸任了很多年之后，回头一看，说：“哎呦。”美国良心的代表，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总统，他还拿过诺贝尔和平奖。好，那这个卡特总统过世了，到天堂去了，象征美国良心死了。好，那现在谁要当美国总统呢？美国没良心代表，不是美国未来总统，我们的川普要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你不能讲他没良心，你可以说他就是为了美国的一个利益。好，那你应该可以讲，美国人民选择出了一个未来美国要走的路，不再是那种温良恭俭让，不是什么善良代表，良心值几块钱呐？川普要带我们赚大钱啊，所以他们选出了川普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川普那个时候打包票说，我上任第1天1个小时我就搞定俄乌战争了。然后呢，他这个真的当选了吗？当选，他就提出了一个乌克兰和平计划，拿去，然后他讲说，嘿嘿。普丁谁啊？普丁我朋友，所以呢一定没有问题。结果拿去了之后被普丁退回来，为什么？他说呢，这个和平计划当中啊，其实呢大多数条文应该是非常有利于俄罗斯的，但唯独一条，这个和平计划当中没有写乌克兰永远不加入北约，那就普丁不满意啦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，即便是要乌克兰把现在被俄罗斯占据的一个领土通通都割走，然后呢，等于是还包括了这个跟北约保持距离啊，什么10年、20年不加入啊，然后呢还要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啊，等等等的这些普丁都不要。他说放在历史的洪流当中，10年、
20年，那不过就是一闪即逝的时间而已。所以呢，他要的是永久不加入北约，还要求乌克兰你给我写到法律里面去，要成为你们的治国原则。好，那你没有达到这一点，他就不同意嘛。那于是呢，现在还在拉锯，那我们就来等着瞧。川普真正进入白宫之后，他怎么跟普丁谈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说，为什么在卡特总统走了之后啊，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不一样了，特别是川普回来了之后，未来的世界呢，大家可能要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理解它哦。好，我们就来看到了，在俄乌战争，现在川普没有办法很快解决嘛，对吧？那你说俄乌战争，那是在欧洲发生的事情，那是北约他们伤脑筋。但其实今天要告诉大家，现在的世界是牵一发动全身，这个世界是平的。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人在亚洲做啊，欧洲的事情与我无关，我就拿起手机看看国际新闻，我看看好戏。隔岸观虎斗，你错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们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啊，他最近写了一大篇的专文，这个专文呢就很好的告诉大家，欧洲爆发战争。到时候亚洲也会被波及，为何？好，这个机密文件呢是俄罗斯啊，他们这个内部流出来的一些机密文件，然后翻，很多是从2013年、2014年，然后一直到2020年，很多的机密军事文件，然后就看得说，哎呦，越看越头皮发麻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俄罗斯呢，早在2013年就讲了，万一有一天他跟北约开战，同时间他就要攻击。你说他跟北约开战，你要攻击谁？攻击德国？攻击英国？不是，他要攻击日本跟韩国。然后你就说，为什么是北约惹你？日本、韩国是北约国家吗？又不是，关我事，你打我干嘛？他说不行，我万一在欧洲跟北约开始正式交战之后，我东边领土很危险啊，因为美国很可能就利用他在日本、他在韩国的美军基地，从我屁股后面揍我啊！哎呀，不行。所以呢，俄罗斯老早他就有准备，他说万一他跟北约开战，他要同时间双线作战，而且他要直接。他甚至把他要打的目标都列出来，总共160个，然后大家去翻到头皮发麻。日本的新干线啦，日本的核电厂啦，日本的空军基地啦，然后南韩的各种基地啦，海军基地啦，列，而且呢，连哪一个打击旅去打它，用什么样的飞弹，我从哪里发射，写得一清二楚。大家看到日本跟韩国想说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是在跟北约打仗，为什么关我这个事？所以你就看到了，欧洲的战争其实是会横向升级的。那这个横向升级呢，当然第一时间要遭殃的就是美国在亚洲的这些盟友，特别是有他们军事基地的日本跟韩国了哈。那于是呢，大家现在就要有心理准备了，欧洲发生事情，亚洲不会置身事外的，也是会倒霉的。好，那于是乎我们就看看亚洲现在呢几个很重要的关系。你看俄罗斯呢，其实他早在要打乌克兰之前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跑到北京来。普丁来见了习近平。好，那当时呢，这个普丁就告诉习近平说，我们中俄之间的关系上不封顶啊。我们那个时候在旁边听是觉得，你们感情很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只有他跟习近平知道，哎呀，原来他是在告诉习近平，我要动手了。你可要挺我啊，我们铁杆兄弟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啊，据说啊，这个普丁呢就问了习近平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你猜我最喜欢一个礼拜的星期几？”然后习近平说：“星期六吧，是不是周末啊？”然后普丁说：“不，我喜欢有你的每一天。”所以呢，你看到这中俄之间的关系啊，他们就是老朋友的关系了。那当然呢，在这一次的新年当中，你看互相的一个新春贺词，也都是不断的把对方当成是一起携手同行往前走的一个好朋友了哦。所以呢，这个未来，你可以想象当中，在这个美国西方阵营陆陆续续呢，他们还在持续跟中俄对抗的时候啊，中俄呢应该是即便没有很真心在一起，但是也被大家推着
他们上床了，哈哈，现在就是要双宿双飞。好，那不止如此啊，你看到在新春贺词当中，大家说亚洲的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台海两岸关系。那习近平主席怎么讲呢？他在新春他的一个这个贺词当中，他就讲啦，他说啊，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啊是血脉亲情啊，这是无法割断的。然后他也说没有办法阻挡祖国的统一大势，他说这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趋势了哦。那当然了，这习近平主席他总是这么说，但是呢，这一次格外被大家重视，是因为啊。整个现在的地缘政治的一个情势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种历史要发生大事，就要天时地利人和嘛。那现在你会觉得两岸统一天时有吗？诶，如果中国呢不断的被美国打压，会不会逼急了？有一天感觉我就生气了，我就统一给你看。谁知道呢？那这个天时地利，哎，有没有可能呢？现在地缘政治关系已经变成，这个中国以前大家觉得他顾及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嘛，对不对？那既然都撕破脸了，我好像没有办法顾及这样的一个关系。人和呢，习近平是不是要在他的一个这个还在位的时候呢，他要有一个他自己历史定位？如果呢，你说我们这样幻想，如果说在这个100年后、200年后，我们翻历史课本的时候，你说那个统一大业完成者习近平，哎呦，听起来好像很屌啊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就不晓得说这两岸一家亲哦，到底放在习近平他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擘画了，不晓得。但是呢，他告诉大家的是，可预见的，在川普2.0，外部环境对中国来讲是有非常多不确定性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中国它必须要维持它的一个发展，那它要怎么做呢？他说，我们就是要精挑细选、高品质的发展。那中国政府会不断的推出一些刺激政策，那希望呢，所有中国人民要相信他，跟着走。好，那这是中国。在美国的打压之下，中国最近相对低调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很高调的国家，很高调，但最近有点低调，这是北韩。北韩呢，大家最近也都在看他在干什么。南韩乱成一片，有人讲你北韩你就顺势啊，北韩金小胖不是常常会呛吗？你不是好厉害吗？那南韩现在乱成这样，乱糟糟，那个总统都发疯啦啊！我就顺势，我就把南北韩统一啊，没有。北韩金小胖好安静哦，都怀疑说他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好，那为什么呢？原来是啊，当初呢，这尹锡悦怎么讲的？他说就是有北韩势力来啊，所以我就是这样才要戒严呐。那万一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北韩真的打你，那不就是坐实了尹锡悦他这个欧北软共他讲的那些谎话吗？所以呢就很尴尬，现在也不能打啊。那但是呢，这个北韩说没关系，我有一招，人家都是以退为进，不，我以进为退。这北韩真的很奇怪，他脑回路跟我们不同哦。金小胖他在这个过年期间、过年前，他就通过了一个这个他们的法案，叫做我要用最强硬的方式来应对美国。什么意思？他也要谈判。你知道全世界有2个很会谈判的专家，一个就是金小胖，一个就是川普，他们2个对上真好玩。改天我们来看他们2个要不要再见一面哦。金小胖总是这样哦，我就是没有什么好说，我给你射飞弹，然后就最强硬应对你，然后看你怎么来跟我谈，怎么样我就流氓这样子哈。那现在呢，在北韩他说他最强硬应对美国，那我们就来看他到时候川普总统要进白宫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放鞭炮？放飞弹给他庆祝一下，我们就来等着瞧。谈判之前威胁你，然后再跟你讲价，这不就是川普的手法吗？那我们就来看川普对上小川普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了哦。这个北韩一直以来都是大国博弈的一个专家了哈，而且呢，他不甘于做什么中国这个俄罗斯的棋子，他现在要做棋手。你看到他在俄乌大战当中不断的去帮俄罗斯，连兵都派去他战场上帮他死，你就知道了现在的他呀，在俄罗斯普丁心中可能说不定比中国的地位还要高一点，觉得你看你用命挺我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呢，你就看到了现在有俄罗斯力挺他，然后呢，这个南韩乱糟糟乱成一片，再加上川普呢，他已经是美国为优先了，他战略性的收缩，他很多的盟友他都不要了。我们之前不是讲过一句话吗？当美国的敌人很危险，但是呢，你当美国的盟友真的是要命啊！所以呢，你就说了，这些盟友其实也都自己是胆战心惊。好，我们就来看为什么。其实呢，最近啊，这个美国他的任命动作很特别，你要去看川普任命在每一个位置，他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样背景的人。最近他任命了一个国防部的一个战略次长。好，这个战略次长对中国非常强硬，强硬到他说啊，美国在南韩的一个军事基地，就是应该要来牵制中国。
北韩不用管，北韩呢你就交给南韩自己搞定就好了。所以呢，我在南韩的军事基地，我就是牵制中国，然后大家就觉得很诧异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的美军呢，驻扎在南韩就没有正当性，你怎么会跑到人家家里头，把人家当跳板去欺负另外一个国家嘞？那你把人家这个南韩当什么啊？所以你看到他的一个想法，你就知道说，未来啊，这个美国会把这些亚太地区的盟友当成什么？感觉都是当成他的棋子。所以我们来看哦，亚太的一个联盟，以前以美国为首串起来的，包括了大家说第一岛链啊，包括它有好多的美军基地啊，未来会有什么状况呢？比如说简单用南韩举例就好。川普总统他在这个竞选期间他就这么说了哦，他说呢，这个我就是一个这个保全的概念，好，你要我保护你，请你拿钱来换。他就告诉南韩，他说我在南韩驻扎这么多的军队，上万人的美军，请付钱。那现在南韩说我有多付点，他在2026年要付11亿美元。川普说没有，100亿，你没有听错，多一个零。100亿，好，南韩就觉得天哪，这发生什么事啊？但是呢，这又是川普他谈判的一个策略嘛。我先给你讲一个很恐怖的数字，然后来啊，我们来谈，坐上桌子，那你就是七七八八跟我谈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很多专家也在分析说，这些呢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们，未来可能都会面临到同样的状况，就是要跟美国重新谈判。美国很可能，当然不会抛下他所有的盟友，但是他会要一个所谓合理的报酬。那当然呢，这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？你要合理的报酬，你的盟友们付得出吗？付不出的话呢，他会有什么样的第二选择呢？有些人说他的第二选择很可能就是转向中国啊，亦或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折中的，或者是我暧昧的在两方讨好，或者是各种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就等着川普正式上任之后呢，到底还会有什么样最新的地缘情势的这个变化呢？我们就持续带大家来观察分析喽。这是今天的内容，希望你喜欢喽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